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姚恩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Hi everyone, I'm Yao Na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For non-Mandarin speakers,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. 上个月就是9月的时候，我买了很多东西，应该是有比8月少啦。但是我本来想说9月省一下好了，因为8月买很多，但我默默的不知不觉的还是买了一些产品。所以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买了什么东西，但是我要先说，它不一定是爱用品，我就只是来跟大家一起 review 这些产品，它们好不好用，然后我推不推荐。而且我超久没有把我的头发夹直了，应该也是有1年没有用到任何电卷棒或是离子夹。哦，还有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下眼皮一直在抽动。它不是一个感觉而已，是你真的你看镜子可以看到它就是一直在这样子抽动。所以如果我等一下眼皮抽动的话，不要觉得我发生了什么事，它就是你看一个不自觉的在抽动，我也无法控制。然后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影响到我讲话，因为我可以感觉到它在抽动，然后我心里就会觉得是我的脑神经有什么问题吗？然后我觉得我讲话会变得很不顺，所以 bear with me。哦，对，我想要分享我去了美容展，有点小失望，但其实我之前有先做功课啦，就是去美容展可以买什么，网络上都是写有关于美甲的，但是我跟美甲非常不熟，所以我去到那里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无聊，因为我没有在特别研究美甲。如果你对那方面很有兴趣，好像很好买。我原本还要列一个清单，我本来想说是美容展应该可以找得到的东西吧，但最后呢，我还是去逛了031的刷子。但是不得不说，我觉得他们的刷子好像有进步。在那个美容展，它有好几种不同的彩妆品，然后你可以用他们的刷子去试用那些彩妆品在你的手上，可以去试他们的感觉。他们刷子也是很齐全，但是我后来还是没有买。因为我本来想说我要先回家，然后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重复的刷子，或是真的没有的刷子，然后我可能可以想要买。但后来想说，是假日，那算了吧，人应该很多，我就有点懒得再过去一次，所以我去那边就是一个刘姥姥的概念，我只是东看西看，然后我没有买任何的东西。不过呢，他们那边也有卖一些保养品，而且是我完全没有听过的品牌。一个原价很贵，然后打折打得很便宜，所以我想要请问大家，那些保养品的品牌是可以信任的吗？你们有没有用过？那你们会不会推荐？如果是可以信任，如果是可以很安全使用的话，其实我不排斥买那些牌子。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讲，我也蛮好奇的。我就只是想要知道一些他们的评价，还是他们是直销类的。会拔住你不放这样子。那我们先来做一些妆前的保养，然后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这个非常可爱的我抽到的宝拉维他命 C 精粹跟眼霜，然后打开来，我已经先把东西拿出来了啦，一个是正货的精粹，然后跟一个5ml的眼霜，那我就先用它们来保养。它这个是 C15抗老净白强化精粹，它这个瓶子呢很有可能会露出来，然后会变成有点像这样咖啡色的，所以你不要担心，它不影响使用。那我个人就是先点了3滴擦在我的脸上，然后还有脖子。它是结合高浓度15%左型维他命 C、维他命 E、阿魏酸与胜肽，可以快速修护老化征兆、明亮暗沉、蜡黄与肤色不均。然后再来使用他们的 C5 全能抚纹亮眼霜，它里面有含5%维他命 C 与复合修护配方，精准锁定多种常见的眼周困扰，有效提亮眼周暗沉，抚平细纹皱纹，改善肤色不均，强化肌肤保湿屏障。我大概就取这样的量，先用指腹推开，轻轻的抹到我的上眼皮，
然后我也会用点压的方式。我不知道最近为什么，我是一个从来不长小米粒的人，然后我最近眼周好像狂长了一堆。如果你们有推荐好的皮肤科医生可以处理这些小米粒的话，也请在底下留言跟我说。希望那个皮肤科是在台北。然后稍微按到太阳穴。9月初我已经先在某某买了买大送小的 Bobbi Brown 沁透茉莉卸妆油，就是它一个是400的，一个是200的，然后还送了一个金钻保湿凝霜，跟他们最有名的维他命 C 乳霜。那我这样买下来大概是2600多块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蛮划算的，也不用去专柜跟人家挤，然后你也不用一直在那边扫说到底怎么样买才是最便宜。稍微讲一下这个金钻保湿凝霜，它是小的，然后很可爱，它闻起来有个姜味，我也用过一次，可是它用起来我觉得质地跟雅顿8小时很像，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然后我想要讲一下这个维他命完美乳霜，它的质地蛮奇妙的。一开始我也是先用指腹，然后我想要就是很用力搓下去，我以为它会自己躲起来，没有，它就是这样弹弹的，上面那一层摸起来很油，所以我一开始把它当妆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天哪，怎么这么油，就感觉很难用。然后我上网查才发现，原来其实我是应该要把它这个乳霜破坏的，所以我就是用指甲这样子把它抠起来，要先在指腹让它搓开，让它有一些反应，然后再上到脸上。但是我觉得对于它有没有持妆，我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，但我觉得用起来是蛮舒服的，而且它上完之后会有这种黏黏的感觉，感觉可以抓住底妆。再来，我终于买了 Sofina 的控油妆前隔离乳，它有新出一个橘色的，但是因为我怕没有跟原本这款一样那么好用，所以我还是先买了这个。因为我的脸常常一上完底妆之后就会看起来偏红，所以我不想要我的脸看起来整个都很红很粉这样子。那我就先只上在比较容易出油的 T 字部位。我之前有用过他们另外一款蜜粉，我觉得很好用。其实我那一罐是买完之后我就拿到国外去用了，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干，所以不知道它这个持妆乳在台湾是不是应该会刚刚好。而且蜜粉其实不能上太多，因为它的粉感比较重，所以看起来你如果补太多的话，我觉得妆会看起来有点浓。我刚刚已经先去把遮瑕完成了，然后我想要来试用定妆喷雾的三明治的用法，就是先在粉底之前先喷定妆喷雾，然后上完粉底再用定妆喷雾把粉底夹住，这样子。这是我人生第一罐定妆喷雾，就是1028神采奕奕定妆喷雾。我是看 Esther 的影片我才买的，因为我没有用过定妆喷雾，所以我想要先熟悉一下它。它真的跟 Esther 讲的一样，它水珠蛮大的，就是喷到脸上的时候会吓一跳的感觉。然后粉底我没有买新的，所以我先去把粉底上完，回来再喷一层定妆喷雾。好，我去把粉底上完了。我今天也先不用眼影打底，我想要测试粉底加蜜粉可不可以撑住我的眼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来喷一层这个定妆喷雾。下一项我想要讲的是 Solon 的火苗打亮刷，因为我没有这种形状的火苗刷。我那时候去美容展，我差一点就买了031的，但我后来有冷静下来，所以我就去买了 Solon 的。那我先用它来上蜜粉，我觉得它对我来讲这个大小是刚好的，不会太小，然后又可以搓到鼻翼的地方，还有眼下，而且它也很好取粉。但是我上次用完了之后，我有觉得这个刷子是用完一次就要洗，因为它会变得有点黏黏的。然后我也很久没有用 Laura Mercier 的蜜粉，所以我就买了小的试用包。因为我记得我很久以前用的时候，它对我来讲就是有点普通，所以我想要再用一次看看那个感觉有没有变好。我记得我之前有把它拿来 bake， 是还蛮好用的，上完的妆效还不错，但是持妆度我就是觉得还好。我刚刚去镜头底下把我的修容跟腮红完成了，
用的也是这支火苗打亮刷。我觉得刷子有变得，可能是沾到定妆喷雾或是脸上油的关系，我觉得这刷子有变得比较黏，它不影响它的曲粉，但是会让我失手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，就是我刚刚修容这样点下去的时候，就一块，然后我就失手了，因为这个毛变得有一点黏还是湿的感觉。然后我用的是 Himi 的 Puppy Wine， 就我之前想要用的，想说等秋冬再用，结果好像也是因为有一点失手，然后再加上它很显色，看起来很像我的脸在过敏，就是泛红过敏的那种红。没关系，我们今天没有要上眼影，所以没关系。再来我要讲的是这3支恋爱魔镜的眼线液。第一个715是粉红色，第二个817是灰色，第三个713是咖啡色的。今天我想要测试它们真正的持久度，所以我就不用眼影打底。然后我刚刚画的有点太急了，太快睁开眼睛，所以它有点晕到我眼皮上面。灰色的我觉得它很适合拿来在下睫毛不浓密的地方，我刚刚只有上后面1/3的地方，就有个淡淡的眼线，但你看不出来它是一个被框住的眼线，它看起来是睫毛很多造成的眼线。那我今天就是想要走一个淡妆路线，所以我就用植村秀的781。下面我的嘴唇有点裂开，所以有一块死皮耶，烦哦。对了，忘了讲，就是恋爱魔镜这3支的出水量都很好，然后也很好一笔画完这样子，你不用这样一直补一直补，它很顺的就可以画完。而且它的笔头就是他们这种笔头，而且是后面不用按的，一笔很顺的就可以画好你的眼线。再来是这一支 Maybelline 的，看一下，飞天俏防水睫毛膏，这支我有对它改观。去年出的那一支欧洲款的，你本身睫毛不卷翘的人，你夹的再好，欧洲版那一支你插上去，它就立刻变成平的。然后新出了这个亚洲款的，然后他就特别介绍说，它的刷头是长这样啊，它真的可以非常卷翘持久这样子。然后我就是非常不相信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就觉得你怎么换一个刷头就会变好吗？后来我看到 Katie 有大推这一支，是真的亚洲款跟欧洲款真的是不一样，所以我就抱着迟疑的心态买了它。它的刷头长得不一样，欧洲那一款的刷头就是很短，就是你插上去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刷头不好使力，但是它这个梳子真的还不错，梳子可以梳下睫毛，很好用。它这一支真的可以卷翘，然后它也不塌也不晕，而且我不是一个非常会夹睫毛的人，我觉得这支插上去，就算你睫毛没有夹好也没有关系。然后如果你想要浓密的话，你就需要擦到2层，因为我觉得它第一层只是让你的睫毛更有存在感而已，但是没有那么浓密。我觉得他们的睫毛膏新的这一款真的擦起来很美。我之前不是有呼吁大家说，可以先去拿试用包试试看你想要买的产品，所以我9月的时候也去拿了一些试用包，像是兰蔻的3效精华、克兰诗的化妆水、倩碧的 A 醇，还拿了黑白绷带。黑绷带我已经拆开来用了，我觉得它有一股很奇怪的味道，而且这个味道是你擦完躺去床上，你还是可以闻到这一股化学的味道，我没有很喜欢。黑绷带我上网查，它是主打修护嘛，而且刚好这2天我用的时候，我都有去挤粉刺，然后肤况其实比较不好，但是我睡起来，我觉得我的脸很油，然后我也没有觉得我的肤况有被修护到。它不像兰蔻那个玫瑰乳霜，你睡起来，你的脸真的看起来皮肤看起来很好，会觉得我的肤况好像没有那么糟了。所以黑绷带目前用下来，我是觉得还好。那可能我年纪还没到吧。然后我还去拿了 Elemis 卸妆组跟它的乳霜，而且它给的很丰富。
我总共拿到5包，而且它1包大概是2ml，所以它其实给的还不错。虽然拿到试用包的程序比较复杂，就是你要先去下载它的 App， 加入会员，然后加他们的 Line， 但是它会给你很完整详细的解说，然后你再拿到这一组。然后这个月我还抽中了资生堂的小红瓶跟他们的百优乳霜。我觉得小红瓶用下来就是跟兰蔻差不多，质地也差不多，颜色也差不多，用起来的感触也差不多。因为我上个礼拜肤况没有很好，所以我觉得它就只是不会让我不舒服，但是也不会让我变好，但也没有恶化，就是一个持平。然后乳霜也是，就是它也没有睡起来让我有皮肤变非常好惊艳的感觉。但我没有不喜欢的乳霜，它有一个是雪佛兰还是妮维雅的一个味道，很像，而且质地也很像，就是雪佛兰那个乳霜用起来质地很像。我没有不喜欢，我还蛮喜欢这个味道的。我觉得可能我要把它拿来厚敷，然后把它拿来推掉吧。说不定我可以把它拿来像用妮维雅的方式来用这个乳霜。好哦。我觉得我没有看到我皮肤有变好的进展，但是它也没有让我皮肤恶化，或者是我用 A 醇的地方用它，我也不会觉得很痛。就是中秋节的时候，我们家有去那个大创附近，所以我就去买了几样东西。我去买了这个，因为我之前有讲过说我的笔电不是架起来的，所以我用的脖子很痛，所以我就去买了这个。它其实是厨房用的，但我就是把它拿来架笔电，然后底下还可以放其他东西。因为我之后想要换电脑，那换电脑我就会想要买一个可以调角度的架子，那这个我可能就会把它拿来架我的保养品，就是上下2层都可以用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而且它这个玫瑰金的很美，而且架笔电它没有不纹，虽然这角看起来蛮容易断的，但是我觉得没有不纹。然后我还买了2个饰品盒，这个我想要把它拿来装项链，这个是装耳环戒指的，它还有其他种选项，然后又有旅行用的。旅行用的我本来也想要买，但是我近期没有旅游计划，所以我就先买这2个。但是要提醒你们，就是这2个很臭，我拆开的时候，我必须先把它放在外面放1个礼拜，直到现在它还是有一股很廉价的塑胶味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如果我的项链放在这里，会不会被沾染到那个味道？所以我就是有先把它拿出去外面放。提醒你们，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味道的话，那你就不要买。然后我换了一张椅子，所以我就想要买一个坐垫。我就买了它。你看它是这种，而且它这个是记忆垫，而且它是你坐下去它会慢慢的变扁，没有错。但是你站起来之后，有些记忆枕你坐下去它就会变得很扁，然后它就开始慢慢的不记忆了，就慢慢看起来会觉得很松。但它这个很扎实，我要很用力才能按下去，它是真的会恢复原状的。所以它这个单价比较高，要139。像现在其实还是很热，所以我其实没有用这一面，我用的是这一面，还有2面。目前我是没有感觉到我的屁股在发热的，就是没有觉得坐久了然后屁股很烫，一直在吸热，很不舒服的感觉，所以我也是蛮推荐的。但是呢，其实它这个尺寸呢，你虽然看起来好像蛮大的，但是我不建议你是下盘比较大的人来用，因为像我今年也有变胖，我觉得它坐垫比较小一点，所以如果你是屁股比较大的人，你坐下去你会觉得屁股挂在外面，就是你不能这样子很瘫软的这样做，就是你要稍微挺胸，然后屁股夹紧，然后坐，那你就可以，就是你可以克制你自己核心是有在用力。它的坐垫是35×35×5，而且它坐垫是买了它就不能退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先量好你自己平常喜欢用的坐垫大小，然后你再去看这款是不是适合你屁股的大小。最后我想要推荐一个 Uniqlo 无钢圈的内衣，它长这样，我觉得它还蛮美的，
就这个颜色灰色的，而且我就是特别想要买没有扣环的内衣，因为我是要在家里穿啊，当然出去也可以穿啦，因为现在比较不常出门，我想要在家里穿，而且我很容易这样子靠背，所以我觉得扣环其实穿久了，靠背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它那个一个一个的感觉。那 Uniqlo 它有些时候会时不时的特价，所以你们可以去看，然后也可以去试穿。然后因为我比较高，我觉得我是骨架比较大的人，所以我买的是 L。他们家的尺寸我其实觉得有点莫名，但是然后我觉得蛮好穿的，只是我觉得就算你可能穿到 L， 它可能对你旁边的支撑力没有那么好，侧边如果你是有严重副乳的人，那它是包不住的。我觉得我穿它只是拿来对抗地心引力，就是不要让它一直觉得有下垂感这样子。如果你是胸部比较大的人，他们还有其他无钢圈的内衣包覆性比较好，那你们可以去试那一种。如果你是一个不需要特别把副乳把很多肉包住的人，然后你想要穿得很舒服，那这件我也是蛮推荐的。毕竟它肩带也比较细，所以如果你是肉比较多的人，胸部比较大的人，这个肩带就会勒住你的肩膀。所以我还是建议你们去现场试穿看看。底妆看起来还可以，就是刚刚因为我擤鼻涕，所以鼻头有点脱妆，但是其实两颊下面 T 字部位会出油的地方，妆看起来很正常诶，没有什么太大的脱妆，然后也没有看起来油光满面的。但是因为我今天试了有点太多一个新方法，又是不是常用的东西，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有效，没有脱妆。倒是因为今天没有用眼影打底的关系，我眼线已经晕到上眼皮了，睫毛膏也有一点晕下来了，所以还是需要眼影打底。但是睫毛膏并没有因为晕开而让睫毛塌下来，所以其实这样子也还可以，它没有晕得很可怕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。那在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，跟确实回收。你不喜欢的东西，或是不想继续用的东西，你可以拿去送人，捐给弱势团体，上网拍卖或是义卖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想支持我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加订阅。那我们下个礼拜见，ciao。